中共前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爱子刘天然最近被曝因涉金融腐败遭拘押调查，这个消息犹如丢进油锅里的一滴水，瞬间炸开了锅。就在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出事的传闻满天飞，还没飞出个结果来的时候，习近平身边亲信的多米诺骨牌看似又倒下了一张。如果说一个人出事是意外，那么一群人接连倒下就是习近平失势风暴的信号了。这刘鹤和何卫东，再加上之前的苗华、李尚福、秦刚等等，这些人清一色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亲自部署的嫡系人马。难道习近平苦心打造的习家王朝已现土崩瓦解的前兆？而另一边，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和红歌会终于打起来了。人民日报才硬刚天塌不下来，红歌会就冷不丁跳出来了。这不是天没塌，这是每次塌完都装作没塌过。这不只是喉舌在互相撕咬，更像是对习近平的当头棒喝。中共内部已明显分裂，太子党甚至连毛左都不再给习面子了。另外，江泽民家族也没闲着，趁乱集体露了个面，也似乎在向习近平的失势进行宣战。在一片群魔乱舞中，中共权力的战场硝烟已经悄悄升起。大家好，我是云天。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透露，刘鹤的儿子刘天然，太子党中的投资圈新贵，早已悄悄栽在了蚂蚁金服 IPO 这只金融神兽上。据说调查一开始只是想翻翻蚂蚁的账本，结果翻着翻着就翻出了一堆其他的金融腐败问题。刘公子半年前就失去人身自由，不过有接近刘天然的人士否认了该报道中的指控。2016年，刘天然创立天一紫藤资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移动、腾讯和京东等全都牵扯在内，红色资本网越织越密。其实早在2021年，金融时报就爆出猛料，刘天然利用天一紫藤染指100亿基金，涉嫌巨额敛财。怎么4年之后，这盘冷饭突然又回锅大炒特炒了呢？这背后是谁干的？不排除现在的倒习势力想把习派人马的腐败问题挖出来再炒作。爆料人还说，这事连习近平都已收到报告，那么这个报告是谁递交给习的？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至于这个报告是谁递交给习近平，或者这个目标是不是针对刘鹤，对刘鹤会有多大的影响，他认为还得继续观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习近平重用的人马正在一个个被定点清除。如今变成低调退休老干部的刘鹤也被盯上了，刘鹤本人也被限行，活动锐减。刘氏父子一个进入灰色地带，一个进入禁言模式。不管怎么样，刘鹤算是习近平派系的人，即使后来习刘二人离心，刘鹤可能干了一些让习不高兴的事情，但习近平也不至于要打击刘鹤，这反倒像是目前掌握实权的幕后人物继续在习近平身边捡裙边，连在经贸系统的人马也没放过。刘鹤出身红二代，与习近平是同年旧识，两人都在北京海淀101中学读过书。刘鹤走的是学者型官员道路，1995年获得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在中共高官一大片注水的学历中，这位是货真价实的学霸。刘鹤的仕途可以说是习近平一带一路上最滑顺的一位老友，他一路升官加爵，从中财办主任干到副总理，成为习倚重的亲信智囊和经济沙皇。习近平对外介绍刘鹤时也毫不遮掩，他对我非常重要。这话一出，不光是外交辞令，更像是在宣告，这是我的人，你们都让一让。那么谁该让让呢？时任总理李克强。刘鹤这位习家军的老臣，不仅负责帮老大管钱袋子，还肩负一项隐秘任务，那就是架空李克强。其中最经典的那斗名场面发生在2020年7月31日的北斗导航开通仪式上。当天官媒直播这个国家级的大排场，刘鹤身为司仪，领导名单念得贼溜，
念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时，他特意停顿，让掌声四起。习近平慢悠悠地起身，微笑回礼，一切刚刚好。接着轮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现场也响起掌声。李克强刚站起来准备回个礼，刘鹤一秒都不给他喘息，直接无缝衔接下一位常委的名字。李克强当场脸色一僵，站立尴尬，左右不是。全场观众都看得出他是被当作一个背景板晾在那儿了。而习近平则在旁轻轻地转头，似笑非笑地扫了李克强一眼，像是在说你也就这样了。李克强虽然一脸写满了这剧本我熟，但还是要强装镇定，演出一脸拥护习核心的忠诚模样，继续当好自己那个被掏空的总理角色。风水轮流转，看看今天刘鹤保不住自己的儿子，而习近平也保不住自己提拔的人了。讲完经济沙皇，我们还是要回到军中的主战场。传闻已经越演越烈，中共元老支持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军内挑战习成功。目前有更高的权威者在逐一清洗、剪除习近平既有的势力。那么第一个证据就是另一个军头何卫东去哪儿了？张又侠是老臣子，而何卫东才是习近平的铁打心腹。最近北京又开大会了，中共搞了一场周边国家外交工作会议，场面排场都摆出来了，习近平也亲自到场开讲，政治局委员也几乎到齐。但眼尖的观众立刻发现，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怎么又缺席？他是迷路了还是被消失了？这位习近平的军中爱将，自从3月11日中共人大闭幕式后，就像进入异次元，1个月没露面。外界疯传他可能出事，不过官方装作一切正常，既不说明也不辟谣，保持传统装死式沉默。这是个多么好的辟谣场合，何卫东本应出来表个态换个脸，结果连个影子都没有。就在会议前几天，北京搞了个年度植树活动，一大票军委大咖都来种树做戏，连张又侠、刘振立、张生民都拿着铁铲上镜头了，偏偏何卫东还是神隐。如今又这样缺席重要会议，根本就是间接承认他已经从军中退群了。看来大家传的八卦不完全是空穴来风。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忍不住吐槽，如果说何卫东没有出事，如此重要的会议怎么可能缺席？即使他在东南沿海密谋台海战争，更应该出现在影响未来战略的重要会议上。这足以说明何卫东已经在这场军队高层的大清洗中出局。除了何卫东，中共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乃至中共前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等纷纷落马。这些将领都是谁提拔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和装备部等，这些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队伍又是谁打造的？在这场军中反腐倒将的混战中，习近平已经完全被反噬了。更玄妙的是，这场高规格会议竟然完全没提习近平外交思想这几个字，这在以前可是习近平对外事工作的专属品牌。去年底还大书特书，这回却连个影子都没有，难免让人联想到习近平是不是也渐渐被冷处理了。官媒只敢写习近平明确了今后周边工作的方向，但没敢说他全面部署，而是强调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习喊口号是可以的，但真正掌舵的可能已经换人。这是不是在暗示习近平虽然还坐在椅子上，实际指挥权早就传回元老们和张又侠那一派了？看似庄严的会议，其实每张椅子后面都可能藏着一支伤人的暗箭。习近平除了军权、人事和外交主导权快握不住了，连舆论支持的基础都流失了。美国总统川普近日一声吼，对中国商品加个大关税。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嘴硬回怼，天塌不下来。但这话一出口，马上被人打脸。不是别人打，而是自家人打。毛左大本营红歌会直接瞄准开炮，人民日报无视百姓苦难，还大唱赞歌，并撂下了最狠的话：这不是天没塌，
这是每次塌完都装作没塌过。真正的危险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红歌会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天天说有信心，底下人民却在焦虑中狂奔。说年轻人就业好，结果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说内需潜力大，可现在谁还敢乱花钱？民营企业主问，转内销渠道谁来给？垄断资本早把通道堵死了。失业青年问，为什么我从小学卷到硕士，最后却只能成为一份海投简历中的无名者？农村老人问，养老金不涨，物价还在涨，谁来给我个说法？文章最后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今天美国高关税是一把火，但不是烧掉希望的火，而是点燃改变的火。红歌会是谁？那可是毛派主阵地，成员还有一堆太子党红二代。2023年，约200多位红色后代在北京冠京饭店举行中共将军后代合唱团成立15周年活动。出席的包括中将张南生之子张彦之、中将王宗怀之女王亚丽、陈兆大将之女陈之进、国务院前副总理耿彪孙女耿静、中将邝福照之女邝平店等。人民日报给习近平抬轿子，而红歌会发出了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的呐喊。看来红二代与习近平的内斗现在是玩真的了，连家里人都公开撕破脸了，天是塌不下来，还是已经塌在习近平的脑袋上了。今年清明前夕，一桩久违的江家新闻突然高调登场，让外界脑中直冒问号，江家怎么也跑来凑热闹了？央视罕见播出江泽民家属的集体亮相，不但江泽民的2个儿子江绵恒、江绵康来了，连长孙江志成和妹妹江泽慧也都一同现身，排场不小。同时官方宣布，江泽民老家的门也正式向大众敞开了。这波操作让人不禁纳闷，一直把控的死死的中共高层救人动向，怎么突然来这么一出纪念老江？要知道，自习近平上台后，对中共元老级人物的曝光可是出了名的紧，一般情况连镜头都不给。江泽民去世这么久，期间悼念的活动相当稀少，如今这番老江再现，还让家属登央视，故居开放，背后到底是纪念那么简单，还是另有政治讯号在释放？是习近平在向江家抛出橄榄枝，还是江家也加入了反习的混战中？每个人的心里可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方方面面的迹象表明，反习联盟正在形成，并且越来越公开化，而习近平的华袍正被撕裂，权力和身边势力全面削减弱化，成了被围困在权力高墙内的孤家寡人。没有人听习主席指挥，也没有人让习主席放心了。如今中共高层就是一个表面和气，内里腥风血雨的权力宫廷场，像极了一锅滚烫的大乱炖，各派人马抢位置，抢得不亦乐乎。中共政治这盘棋正在进入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中共元老张又侠和红二代能唱响对习近平的清算序曲吗？这里是希望世界，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传播，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下次节目再见。